妈，一会儿明轩可能要来，你们赶紧把我转到普通病房去。你刚做完手术，普通病房那么硬的床板，你怎么适应得了？只是切个阑尾而已，早就不疼了。我现在下床跑个800米都没问题。一诺，你跟杨明轩交往1年了，天天吃路边摊，穿地摊货，爸妈看着都心疼。你直接告诉他你是沈家的千金小姐，然后搬回家里来住，不好吗？我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喜欢我这个人，而不是喜欢我的钱。我发短信告诉明轩，我身体出了问题，要做手术，但没告诉他只是阑尾炎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离不弃，那我就会告诉他一切，让他乘着沈家的东风飞黄腾达。如果他不来呢？那沈家的金钱、权势、地位都注定和他无关。是杨先生。小姐，杨先生已经到医院大厅了，还拿了花和戒指，看样子是要求婚。求婚？换病房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小陈，你现在赶紧回去准备东西，那辆劳斯莱斯幻影、城南的独栋别墅、限量编号的百达翡丽，全都拿过来，咱们沈家牌面可不能差。对，金条和现金也准备一些，等一诺接受了求婚，这些全都送给新女婿当见面礼。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哇，那边那个男的好帅，捧着花是要求婚吧？竟然在这里求婚，那女孩也太幸福了。没想到明轩不仅来了，还要跟我求婚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明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从遇见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在想，我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人。我没有钱，没有家世，不能给你最想要的生活，但我这颗心从头到尾只装得下你一个人，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爸妈，见面礼不用准备了，因为他不配。佳宁，你觉得刚才那段求婚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你跪的速度太快了，我差点没接上。那正式的时候我再慢一点。还有，现场一定要布置一下，气球、花瓣、配乐一样都不能少，没有女孩子会拒绝这个的。你们刚才是在彩排？一诺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既然被发现了，那就不用再等了，就现在正式和一诺求婚吧。一诺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怎么了？明轩，在答应你之前，我要问清楚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发信息告诉你我生病的事儿？你在信息里说你生病了需要做手术，但没说是什么手术。你怎么了？严不严重？现在治好了吗？医生说，只要他还在，就有反复发作的可能，所以我把它切除了。切除？他的意思是，他把子宫切除了？医生也建议我切除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，用不着这么紧张。这怎么会是小手术？而且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我自己的身体，这点小事还是做得了主的吧。一诺，明轩毕竟是你男朋友，你不和他打声招呼就做了手术，我也觉得有些过分了。切除阑尾而已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家3代单传，我爸妈早就说过了，儿媳妇过门必须生孩子，而且必须是儿子。沈一诺，像你这种身体有残缺的女人，我父母是不可能接受的。只是切除一个阑尾，他就觉得我身体残缺，因为不符合他父母的标准，他就要否定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杨明轩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？又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你爱的到底是我这个人，还是我作为女人的生育价值？我觉得这个男的说的对，娶媳妇儿不生孩子，那娶来干嘛？人家可是3代单传，金贵着呢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这种封建余毒？3代单传，传什么？家里的锅碗瓢盆吗？哥们儿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如果2个人真的互相喜欢，他们一定会排除万难走到一起。所谓的不合适，只是不够爱的借口。没想到哥们儿你不仅长得帅，还是个情种。明轩，你就不要逗一诺了。你们俩婚房和新车都买了，你不娶她还能娶谁呀？是
什么意思？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我父母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如果你不想生或不能生，那我们就不生了。至于孩子，我们完全可以领养一个。一诺，我作为你的男朋友，未来的丈夫，一定会尊重你的一切意愿。明轩，我不知道你竟然是这么想的，我刚才还误会了你，对不起。永远不用对我说对不起，身体是你自己的，当然应该你来做主。我要是连这点都拎不清，还配当你男朋友吗？两人这关系不挺好的吗？一诺刚才为什么在电话里说什么他不配？可能只是误会吧。你赶紧给小陈打电话，让他继续把见面礼送过来。好，快，把东西都放回原位。小陈，东西不用收了，按照原计划送到医院来。是。哎，东西不收了，全都搬到车上去，去给沈家未来的姑爷送见面礼。是。明轩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儿？怎么了？一诺，有件事我要和你说清楚。什么事？在孩子这件事上，我已经做了退让。那么作为交换，现在的婚房和新车，虽然是我们俩一起付的首付，但我要求房本和车本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明轩，你明知道为了买那套房和那辆车，我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。如果给了你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婚还没结，就算计得这么清楚。要是真结了婚，还不把我们沈家都吃了？一诺心软，还在给他机会。买房子和买车的那些钱，不过是一诺1个月的零花钱。杨明轩要是真想把这些占为己有，那么一无所有的只会是他。你听我说完，等咱俩结了婚，房和车会就成为夫妻共同财产，里面自然有你的一份。但这2样是贷款买的，上面只有我的名字，还贷就只需要我一个人。一诺，你跟我在一起这1年，吃了太多苦，我不想你婚后也承受这些。我想给你的只有幸福，剩下的一切风险、压力、债务全都留给我就好。你愿意相信我这一次吗？我信你。这是房产权属确认书，签了字，贷款就全归我了。成了，真的成了。现在我杨明轩正式向你的求婚，从今往后，你的一切委屈、难过都由我来替你挡。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，只想和你共度余生。我会用我所有的努力，给你一个家，给你一辈子的安稳。所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宋佳宁小姐，当然愿意。明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在彩排吗？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从一开始，我就是打算向佳宁求婚的，是你突然冒出来，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你不知道我在医院吗？你来医院不是为了看我吗？你发的短信明轩根本没有看到，他来医院是因为我怀孕。什么？明轩作为孩子的爸爸陪我来做产检，同时求婚，有问题吗？明轩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当初追你就是看你长得漂亮，想玩玩而已。但你太不解风情了，谈了1年都不让碰，没意思。还有你爸妈，2个普通的再普通不过的人，没钱没势没本事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但佳宁不一样，他爸可是江城排名第1的沈氏集团的部门经理，只要一句话就能把我直接安排进去当主管。主管？对，那可是你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高度。这个混账竟敢这么欺负我女儿！别急，这是一诺的事情，我相信他自己能解决。这个杨明轩为了一个小小的主管，错失了整个沈氏集团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佳宁，你呢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们不是最好的闺蜜吗？我们不过是大学同学，那时候你勤工俭学，跑腿赚外快，我看你老实好骗，拿你解解闷打发时间而已。闺蜜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原来你们都在骗我，那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我说清楚？我可以退出，不会打扰你们的。和你说清楚的话，怎么把你的房子和车子拿到手？明轩在你身上耽误了1年时间，收点利息不过分吧？你那10几万的存款我们搞不到，但忽悠你付了车房的首付，再签个协议，到头来不还是我们的？沈一诺，你现在人财两空，身体还出了问题，这样的条件不会有人要的，就等着孤独终老吧。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一样，眼睛里只有钱和利益，还真是嘴硬。你全身上下也就这张嘴能撑场面了。不信你试试，
现在就站在这儿，你看有哪个男人敢要？可恶！我忍不了了！我宝贝了20年的女儿，不是这么给人糟践的。谁说她没人要？沈小姐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我在这边站了很久，目睹了整个过程。沈小姐被你们骗了感情，骗了钱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羞辱。但她从头到尾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只是想维护这段感情。一个对待感情一心一意的人，只是运气不好，遇上了人渣。而如果能娶到这样的女孩，是我的荣幸。不可能，这小子绝对是你找来演戏的。如果沈小姐能未卜先知找我演戏，还会让你们2个踩到头上去吗？就算是真的又怎样？就你这身行头，加起来有500块吧，看起来不也是穷的叮当响？出现在医院，说不定身体也有什么毛病。2人同样没钱，同样有病，简直天生一对。沈一诺，你们俩一定要绑定锁死，千万别后悔。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因为后悔的只会是你们。跟我进去，给沈家未来的姑爷送礼。是。爸妈，像你这样目光短浅的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女儿。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。你们这种人混了一辈子还什么都没混出来的人，就爱说这种大话，自己骗骗自己得了，少来吓唬我。我女儿和你在一起1年，你带她吃路边摊儿，她觉得那是浪漫；你带她去挤地铁，她觉得那是同甘共苦。她从家里搬出去陪你在出租屋里打拼，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你却翻脸不认人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一诺做了手术，伤口还没好利索。听说你要求婚，满心欢喜的跑过来，我们做父母的也赶紧找人准备见面礼。结果呢？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就你们这种人，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见面礼？沈一诺跟我在一起这1年，买条200块的裙子都得犹豫半天。你们说的见面礼，不会是一筐土鸡蛋、几袋地里刨出来的红薯，再来2只大鹅吧？要真是这些，就别拿出来丢人了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都给我进来！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急诊病人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陈助理在搞什么？沈董，医院正门是急救通道，我们停在那里不合适，所以只能从北门进来。到您那里可能还要2到3分钟。一诺隐瞒身份，让杨明轩露出了真面目。这个人主动站出来帮忙解围是不错，但品行还是得测试一下才保险。你们先不用过来了，原地待命。是。人呢？见面礼呢？你刚才喊那一声多威风，我还以为要搬一座金山银山出来，结果呢，什么都没有。搞半天是空着手来的，装什么？哼，谁说我是空着手来的？这就是我准备的见面礼。就这块表又旧又破的，路边摊30块钱一块买的吧？不如问问你的新女婿，愿不愿意要你这破烂？小伙子，这块表你愿意收下吗？我不愿意。原来他和杨明轩一样，都是只看重物质而不在乎感情的人。刚才看他挺身而出，还以为一诺终于遇上了对的人，没想到又是一个看人下菜碟的。看来一诺又要失望了。听见没有？连这个临时拉来的小子都嫌弃你们家。沈一诺，你爸妈拿块破表糊弄人，你的新男朋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都不给面子，这下你该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吧？沈一诺，之前在大学你不是事事压我一头吗？现在呢，前脚被男朋友骗，后脚被路过的男人耍，你都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爽。你们都误会了。叔叔，您这块表摘下来以后，手腕上有一道很清楚的印子，皮表带的宽度、磨损的位置，跟您手腕上的压痕严丝合缝，所以这块表您至少戴了10年以上。虽然表盘有划痕，表带有些旧，但从表换的清洁程度和表径上的保养痕迹来看，您有定期做护理。这些都说明您很爱惜这块表，这块表对您来说一定意义非凡，所以我才不能收。我不需要什么见面礼，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，只要真心就够了。小伙子眼光不错，这块表是我年轻时用赚到的第一笔钱买的，不名贵，但对我来说意义特殊，是他一直鞭策着我自己。我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工作几年攒的钱全部付了房子和车的首付，现在也被杨明轩骗走了。我爸妈也是普通人，帮不上什么忙，我现在等于一无所有。你真的不嫌弃我吗？不嫌弃，如果什么都没有，那我们可以从头再来。
其实我也只是个普通人，现在名下没房没车没存款，你愿意为了这样一个男人再吃一遍苦吗？钱只要去赚，总会有的。最难得的是真心。如果一个人真心爱我，就是苦一辈子，我也愿意。两个一无所有的人在这里装什么深情？等你们挤在出租屋里交不起房租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说出这种话。沈一诺，等我进了沈氏集团当上主管，飞黄腾达成为人上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现在的自己有多可笑了。到时候可别哭着求我回头看你一眼。你进不了沈氏集团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就凭我就是沈氏集团的人。什么？沈氏集团是江城的龙头企业，能在那里工作的不是能力强就是人脉硬。你为什么能进去？难道你有什么特殊身份？沈一诺的沈就是沈氏集团的沈，难道他？不可能，我和沈一诺是4年的大学同学。在学校的时候，他3天2头出去打工，连学费都是自己赚的。他要真是沈氏集团的大小姐，用得着这么辛苦？也对，沈一诺和我在一起时，吃路边摊、挤地铁、住出租屋，哪个有钱人家的千金能受这种罪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在沈氏集团干保洁的吧？一个打扫厕所的阿姨，在我面前还敢说大话，信不信我当上主管，第一个开除你？我在家可是连家务活都没有干过，在公司也只有别人给我端茶递水的份儿，怎么到他嘴里我就成保洁了？一诺还在隐瞒身份，咱俩要是现在亮底牌，不是拆孩子的台吗？你再忍忍，配合一诺把这场戏演完。行了，你们2个演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什么真情实感，说到底不过是你不甘心被我甩，故意演给我看的。我现在要和佳宁去民政局领证，有本事你们也一起去领啊！领就领。沈一诺，你竟然真敢和认识不到半天的人领证，到时候后悔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。我做事从不后悔。那我问你，你对这小子了解多少？他叫什么，家住哪儿，干什么的，你全部知道吧？他冲出来说几句好听话，你就被哄得晕头转向。你这样的人被我骗也真是活该。杨明轩，你骗我的感情，骗我的钱，现在还像炫耀一样说出来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那是你一厢情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以为同样结了婚就能压我一头。我在佳宁帮助下是可以进沈氏集团当主管，而你旁边这个，别到最后不仅给不了你1分钱，还要让你和他一起背负几百万的债务。这点你放心，我虽然没有存款，但也绝对没有债务。我相信你。男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沈一诺，你还真是天真。要我说，这样一个长得还不赖的男人，什么都不求还愿意和你领证，指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少爷，少爷这是不想暴露身份。少爷您辛苦了，老爷夫人在家等了好久了，我这就接您回去。啊？什么少爷？你认错人了吧？你们是今天第100位领证的，所以解锁了我们公司的100万豪车免费接送服务。还有这种好事儿？快走走走！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那些人是来找你的，差点以为你是哪家的大少爷。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什么少爷不少大爷的，和我没关系。我就说嘛，沈一诺他哪有那么好的命，还能嫁个少爷做富太太？亲爱的，我们走吧，我爸还等着我们回去吃饭呢，正好可以聊一聊给你安排工作的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这就回去。我们也走吧。好。回家不应该走那边吗？我没有说要回家。那去哪儿？离婚。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今天能站出来帮我解围，我也很感激。但结婚不是儿戏，我不想连累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和我绑在一起。果然助人为乐的结果就是被罚好人卡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你好，我们来办离婚。离不了。为什么？按照规定，离婚需要30天冷静期，30天后才能正式申请。可我们半个小时前刚结的婚，这结婚证还热乎着呢，您就真的不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这是规定。好吧。和一个只认识半天的人结婚，手续比我点外卖还简单，怎么想要离婚，反倒要把人强制绑定30天，这也太离谱了。没关系，那就30天后再来，我说到做到。我记得你的钱全用来付房子首付了，现在钱没了，房子也被骗走了，你是不是无处可去了？我正好在附近租了个房子，2室2厅，你可以去我那里。我们领了证就是合法夫妻，不会担心有人议论的。算了，30天而已，要演戏就演到底。
那就麻烦你了。一诺，你真要搬去他那出租屋住？戏要演全套吗？可你们都领证了，还有什么好演的？你直接告诉他你是沈家千金，然后在公司给他安排个副总的位置，两人一起搬回来，好好过日子多好。就是，而且我相信自己的眼光。陈宇这孩子可能现在没什么成就，但他踏实、懂事有担当，是个妥妥的潜力股。他以后必成大事。你们在一起那是绝配。但是我已经跟他提离婚了。离婚？其实我提离婚也是为了试探他，但他没有犹豫，也没有拒绝，所以他帮我解围，愿意跟我领证，只是因为他心善，不是因为他喜欢我。那你现在就告诉他你的真实身份，沈氏集团的千金，没有人可以拒绝的。那这样的他和杨明轩有什么区别？但到我们正式离婚还有30天的时间，如果在这30天里能让他爱上我这个人，而不是爱上我沈家小姐的身份，那我们还是能继续走下去的。你的意思是隐瞒身份，继续测试他？是测试，也是给我自己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所以爸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。陈宇，你可回来了！你刚回国，怎么就往医院跑？就算要视察咱们萧氏的产业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！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你在国外待了6年，公司的事儿可以慢慢接手，但终身大事不能再拖，也该提上日程了。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可以处理。你在国外那么久，连个女朋友都没谈过，要靠你给萧家找儿媳妇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。儿子不开窍，爸妈也只能多操点心了。现在你们不用担心，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对方是哪家千金？你不会被骗了吧？今天刚领的证，对方只是个身份普通的女孩。普通女孩，该不会是看中了咱们萧家的家世，想借着你麻雀变凤凰吧？他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以为我就是个普通人，而且他刚领完证就提了离婚，好像不喜欢我。既然不喜欢，你也不要死皮赖脸缠着人家了。正好，我已经看中了沈家的姑娘，你们可以先见一面。爸，我不会去的。陈宇，反正你早晚要离婚，见一面也没什么。一诺那丫头很好，你说不定会喜欢。你说她叫什么？沈家小姐沈一诺呀。和我领证的是沈家的大小姐沈一诺。不对，如果她真的是沈家千金，怎么会被杨明轩和宋佳宁欺负成那样？应该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。陈宇，你想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沈家的姑娘，你要不要去见见？人家不仅长得漂亮，性格也很好，绝对不比你这个差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对一个女孩有心动的感觉，即便她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想就这么放弃。我们有30天的相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我还有30天的时间去打动她。你为什么不直接表明萧家少爷的身份？这个身份就这么拿不出手吗？当然不是，他是一个对待感情很认真的人，他需要的是一份真情实感，不是一份身家背景的简历。这样也好，还能借此机会测试一下这姑娘的人品，证明她看中的是陈宇这个人，而不是咱们萧家的钱。所以爸妈，这30天里，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密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发现我萧家少爷的身份。没问题，但如果这事儿不成，30天后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和沈家姑娘见面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一诺，这次你就别再傻乎乎的真过苦日子了。需要打扫卫生就联系家里的保姆，需要做饭就联系家里的厨师，还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就让司机接送，别去挤地铁了。地铁人又多又闷，实在不行，爸给你配辆便宜的新车，再专门安排一个司机，24小时待命。爸，您这也太夸张了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房子林助理已经帮你找好了，行李也都送过去了，衣服我检查过了，都是手工定制的，没有品牌标识，绝不会暴露你的身份。辛苦了妈，一会儿你把车库里最便宜的那辆开走，这样就不会露馅了吧？爸，家里最便宜的车也要200万，不是我现在的打工人身份买得起的。我一会儿扫辆共享单车过去就可以了。儿子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见他骑2个轮的车。他小时候的学步车可都是4个轮的。啊，没事儿，就当锻炼身体了。林助理找的房子还不错。陈宇，洗手间在哪儿？我想洗把脸。洗手间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不知道呀，不会这么快就要掉马吧？那边。还好蒙对了。
不好意思，我一个人住惯了，忘了家里还有人在。没事儿。我到底在干什么？被他发现我在偷看他，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变态吧？那个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健身房没白跑，这好身材总算有了用武之地。只希望刚才的美男计没有那么明显吧。醒啦，快来吃饭吧。这是你做的？对啊，我做的。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味道怎么跟我爸妈常去的那家私房馆的粥一个味儿？那家店的主厨可是从5星级酒店挖过来的，每一道菜的火候和调味都有独家配方，他能做的这么相似，也太有天赋了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很好吃。对了，你在哪里上班呀？刚辞职，还在找新工作。不管我们之后怎么样，他帮过我是事实，所以我至少也该帮他一次。我今天正好要去一家公司面试，他们家还在招人，待遇不错，发展空间也挺大的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试试？说不定能成。好呀。他和沈氏千金同名同姓，又在这里工作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我妈在这里做保洁，知道一些内部消息，我也是因为这个才过来的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杨明轩是说过这个事，阿姨当时也没有否认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大小姐这是微服私访，不想暴露身份。沈小姐，你的简历非常完美，基础扎实，经验丰富，你身上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，这种气质我在很多面试者身上都看不到。我觉得你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。要不要这么夸张？孙经理，他简历上写的那家公司上个月不是刚被咱们收？所以沈小姐，恭喜你被录用了，月薪50万。您就不要开玩笑了，虽然您现在开的薪资只有5000，但我会向50万努力的。沈小姐，您的眼睛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那沈小姐，薪资5000，恭喜您入职沈氏集团。肖先生，你这个履历，说实话，非常之平平无奇。这边的岗位要求可能不是那么刻板。我们沈氏集团非常注重人才的潜力。肖先生虽然履历普通，但你五官硬朗，有招财的面相，气质稳重，更是有大将之才。所以肖先生，你也被录取了。孙经理反应及时，表现不错，加薪加薪。我为了不暴露身份，把简历做得平平无奇，就这样也能被录取。看来江城第一的沈氏集团不过如此。萧氏集团想要吃下沈氏，或许没想象中那么难。你是今天刚入职的同事吧？那个和你一起来的男生你认识吗？我看你们进来时有说有笑的。他是我老公。老公？那你们怎么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？不可以吗？因为没有人会爱上同事，尤其是一起工作而他耽误了自己进度时，恨不得他赶紧离也。真的，爱情和工作放在一起，迟早要疯一个。你这也太夸张了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咱们部门新上任的主管，听说他是空降来的，背后有人。他来了没2天，就把自己老婆也弄进来了，让他当自己的贴身秘书。但没想到他老婆怀着孕，人家挂着秘书的头衔，拿着秘书的工资，该干的活却全丢给我们，真的太过分了。空降的主管，怀孕的老婆，怎么听起来这么熟悉？这个主管还特别小心眼儿，听姐一句劝，你们俩平时低调点，没事千万别去招惹他们。沈一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联合骗走了我的钱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而且选哪里不好，偏偏是沈氏集团。那么新账旧账正好一起算。我是通过正规面试进来的，不像有些人吃软饭走后门。可能你对这个流程不太熟悉，要不我给你讲讲什么叫面试？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勇的吗？刚来第1天就敢当面揭主管的短，太牛了！他做了我一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，膜拜膜拜。你走了狗屎运混进沈氏，就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，也不看看现在你是什么身份，我是什么身份？一个主管很了不起吗？压你们2个实习生绰绰有余。我不管你们是面试进来的还是爬进来的，现在我以上司的身份命令你们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在教训2个不听话的下属，我觉得他们不适合沈氏集团，正要把他们开除。两位，走吧。孙经理这是什么意思？沈一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爸虽然跟孙经理是平级，但我爸入职比他早整整2年，在沈氏资历就是面子。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实习生跟我对着干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沈氏集团可是江城第一，内部管理竟然不看能力看人情，一个空降主管靠关系就能为所欲为，中层还要看资历给面子，这样的公司垮掉只是早晚的话。两位别误会，我不是要开除你们，只是要带你们去领一下公共用品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歹是个部门主管，要开除2个下属，你不但不帮我，还跟我对着干。按照沈氏集团的员工手册第3章第7条，新入职员工在试用期内如需辞退，必须经由直属主管提报，人事部审核，部门总监签字，3方共同确认后方可执行。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有资格。好啊，沈一诺，你不仅能在大街上随便勾搭个男人结婚，现在还傍上孙经理了是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明轩，你别忘了，沈一诺的妈还在沈氏集团当保洁呢，现在她和她老公也进来了，一大家子就差他爹了。他爸不会也已经靠关系混进来了，在沈氏集团开车当司机吧？沈董现在正在楼上开会，方夫人在办公室里喝茶，怎么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扫地的保洁和开车的司机了？沈一诺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但就算你一家都在沈氏集团又如何？依旧是最底层的小卡拉米，我照样能让你们在沈氏待不梁明轩下去。你给我住嘴！既然是走后门进来的，就给我低调些，别把事情闹大，谁也保不住你。孙经理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替沈一诺说话呢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爸，你快点过来，有人联合孙经理一起欺负我。是谁欺负我女儿？孙经理，我进沈氏的时候，你还在下面分公司跑业务吧？怎么，现在做到经理的位置，都敢给我脸色看了？宝贝女儿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爸，爸一定饶不了他。就是他。你是谁？我很少来公司，以他的级别不认识我很正常。孙经理也是偶然去我爸办公室时碰到我，才能认出我身份的。爸，这是大学时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的沈一诺，后来还纠缠明轩整整1年，死乞白赖要跟明轩在一起，现在被甩了还不死心，带着她老公追到公司来了。原来是纠缠我女婿的烂桃花，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没本事没背景，就想着通过死缠烂打来达到目的，简直做梦。刚才的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后，发我一份。是，沈董，还有件事，小姐和肖先生来公司了。一诺来公司做什么？难道他想通了，终于决定接手公司了？小姐隐瞒了身份，和肖先生从最普通的实习生做起。他在外面吃苦，我帮不上忙，可到了自家公司，绝不能受一点委屈。我要去看看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你欺负我的女儿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作为你的上司，你扰乱公司风气，我也绝不能轻饶。说吧，你是自己离开，还是要我叫保安把你赶走？哼，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现在装出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，当初你女儿背着一诺和她男朋友搞到一起，2人又联手骗走她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刚入职的实习生，也敢在我面前大声说话？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立刻卷铺盖走人，以后在江城也会被全行业封杀？哦，我很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么大本事。爸，您别跟他废话，他和沈一诺是一伙的，还有沈一诺的爸妈也在这里工作，一个是保洁，一个是司机，一家人都是混进来的蛀虫。哼，一群小虾米，就算凑到一起也掀不起什么大浪。我今天就把话撂着，你们沈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统统开除。宋山，听说你要开除我？董事长，董事长，爸，你为什么叫他董事长？难道我作为董事长的专车司机，只有董事长可以开除我，其他人都没有这个权利。哼，一个给人开车的司机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爸，不用管他，直接开除。我就不信董事长还能护着他。这什么情况？董事长为什么说自己是司机？还有这个杨明轩，他想死干嘛要拉我下水？还有你，一个保洁阿姨，工作时间不穿工作服，
不去厕所打扫卫生，窜自己老公身边干什么？真当沈氏集团是你家呀？别说了，求求你别说了，爸，您怕什么？就算他们一家人都站在这里，也不过是2个实习生加1个保洁1个司机，根本翻不出水花。您一句话就能给他们全开了。各位，我来替董事长传几句话。这下完了。杨明轩滥用主管职权，违规招聘亲属担任其个人秘书，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。同时，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，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员工进行开除威胁，严重扰乱公司正常工作秩序。基于以上事实，公司决定即刻解除杨明轩与沈氏集团的劳动合同。什么？我被开除了？凭什么？宋佳宁以秘书身份入职，但并未实际履行任何秘书工作职责，其岗位系杨明轩违规私自增车，所以公司决定即刻解除宋佳宁与沈氏集团的劳动合同。爸，你快跟他们说说啊！你是公司老员工了，不能让他们这么对我们。不用找他，因为他很快也帮不到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宋山入职15年，在职期间多次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安排亲属入职，对部门管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经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即刻解除宋山与沈氏集团的劳动合同。还以为爸不知道他们的恶行，没想到是等着一起算总账呢，真是解气。不行，宋山和孙经理都在，再待下去身份肯定要暴露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到吃饭的时间了，爸妈，咱们赶紧去吃饭吧。陈宇，我们一起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在沈氏干了15年，都混到经理的位置了，不就骂了2个实习生，这就被开除了？不是因为这个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总不能是因为你骂了那个司机和保洁吧？你懂什么？他们哪是什么司机和保洁，那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是董事长和董事长夫人，那沈一诺岂不就是？她就是沈家大小姐，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大学4年跟他一起过的，他一有时间就去做兼职，连学费都是自己赚的，他怎么可能是沈家的千金？爸，你认错人了，一定是认错人了。是啊，沈一诺可是陪我吃了1年的苦，吃外卖挤地铁。他要是真有那种家世，到底图什么？人家那叫大小姐体验生活，陪着你吃糠咽菜，就是想看看你这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。结果呢，你们俩犯蠢当了真，把人得罪得干干净净，最后还跑到人家的公司来撒野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奋斗了大半辈子才爬到经理的位置，现在呢，全让你们2个给我毁了。我以后恐怕连江城都待不下去了。沈一诺是沈家的大小姐，也就是说，如果那天我向她求了婚，现在我就是沈氏集团的姑爷，真正的人上人。都是你，宋佳宁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跟一诺在一起，说不定已经当上沈家女婿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明明是你半夜不甘寂寞主动给我发信息的，是你自己见一个爱一个，有什么资格怪我？要不是你主动贴上来，我能上钩吗？是个男人你就眼巴巴的凑上去。杨明轩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你就撕烂你的嘴！孩子都有了，你现在不敢认，还是不是男人？真要算账，我还没找你立论呢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还能跟一诺做朋友。等他公开千金小姐的身份，我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是你把我毁了，是你把一切都毁了。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你先挖好闺蜜墙角的。明明是你先背叛沈一诺的。谁呀？我也没这么真是造孽呀！叔叔，你叫我什么？爸，爸，刚才在公司，宋山见到你，怎么会吓成那样？还有那个陈助理，怎么会突然替董事长传话，开除他们3个？这个嘛，我是董事长的专车司机，
在董事长面前也算说得上话，他们害怕我很正常。董事长虽然不常露面，但公司里有什么事儿他都知道。清理宋山他们是早晚的事儿，只不过被我们刚巧碰到而已。原来是这样。董事长这个人吧，别看是沈氏集团的掌舵人，但对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从来不摆架子。他常说，公司要发展，光有上面的人不行，底下的人也得干干净净。董事长夫人也很好，体恤下属，待人温和。陈宇，现在杨明轩和宋佳宁都被赶走了，你和一诺就踏踏实实工作。妈向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有人为难你们的。他们两个夸起自己来，真是脸不红心不跳的。为了在陈宇面前刷好感，真的好努力。我之前还觉得沈氏集团内部管理混乱，垮掉是早晚的事。现在看，原来沈董事长一直在暗中盯着，不动声色地清理住处。是我小看他们了。这是咱们家，好像长得有点不一样。妈，一诺看到了吧？妈让人过去把你们那个小房子收拾了一下。你从小就没做过家务，跟人家合租哪能指望你会收拾？妈专门找了专业的软装团队，从下午忙到天黑才弄完呢。可这有点太夸张了吧？什么夸张？这叫氛围感。妈还亲自挑了好多摆件让人带过去，添点家的味道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你们两个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感情不就自然而然的升温啦？妈，怎么了？陈宇，之前林助理找房子找的仓促，里面没来得及好好布置，妈今天就找人过去重新改装了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好了很多？您怎么不提前和我商量一下？这点小事有什么好商量的？再说了，环境好一点，你们两个待在一起，心情就好。哦，心情好了，感情就能升温。妈这是在给你助攻。这房间应该是房东打扫的，人很好，还是个业余设计师，可能最近有空就重新布置了一下。这么烂的借口，他能相信吗？哦，是这样啊。郑愁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他能自己想通，真是太好了。这花不是我妈最爱的那种吗？这个季节国内根本种不出来，只能穿越半个地球空运过来，一只就要4位数。这样的花，怎么可能出现在我这个普通打工人的房里？我对鲜花有点过敏，这个要先处理掉。这个鎏金摆件不是我爸书房里那个吗？国外淘回来的古董，上面的金漆隔这么远都能闪到我的眼，这么价值不菲的东西，和出租屋根本就是格格不入啊！这个摆件真好看，我想拿回房间慢慢欣赏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。你也是。这不是肖董吗？这么巧，沈董，咱俩可有阵子没见了。刚忙完？是啊，刚开了一下午的会，想出来放松一下，透透气。正好，我知道附近有家不错的茶室，咱们上去歇歇脚。好啊，正好跟你聊聊，好久没坐下来说说话了。对了，我记得你儿子从国外回来了。是啊，我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我还见过，那时候他个头还没到我腰的位置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再见面，我估计都认不出来了。别提了，样子确实变了不少，但那臭小子的性格还是老样子，太有自己的主意了。年轻人嘛，有主见是好事。你们家一诺呢？我之前在招标会上还碰到过她。小丫头现在出路的漂亮，性格也好，应该不少人追吧？有没有看上哪家的公子？一诺他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对方是个普通人，一诺不想让我们打扰，就想两个人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其实这样平平淡淡的也挺好，只要感情能长久，形式不算什么。可问题就是，人家对一诺好像没那个心思，是一诺性子倔，非要尝试一把。我这个当爹的，看着他天天为感情发愁，却帮不上忙，你说我心疼不心疼？老沈，你这么一说，咱俩还真是同病相怜。怎么说？
其实我儿子也偷偷领证了，对方是个普通女孩。我儿子对人家一见钟情，可人家好像不喜欢他。我儿子说要慢慢打动他，不让我们插手。我跟他妈也只能干着急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咱们两家孩子怎么都这么不省心？谁说不是的？现在都倡导婚姻自由，孩子的终身大事我们不好插手。其实现在这个女婿我还挺喜欢的，但感情的事儿谁也强求不来。如果他们走不到最后，估计也是没缘分吧。老沈，说句实在话，其实在我儿子回来后，我本来想把一诺介绍给他的。有这事儿？我儿子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把萧家的海外市场打理的也有模有样。不是我吹，这孩子能力是真不错，绝对配得上一诺。这点我也有所耳闻，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安排上。这小子自己先把婚给结了。不过以我听到的那些，这小子这次估计要撞南墙喽。年轻人嘛，免不了走走弯路。如果他们俩都碰了壁，之后认识，说不定有更多相同话题。你的意思是有机会撮合他们俩？不过这事儿要慢慢来，急不得。那是一定。来，咱们先喝咱们的茶，不聊这些了。喝茶喝茶。我今天碰见萧启云了。萧启云，萧氏集团那个？对，在停车场碰上的，就一起去茶室喝了杯茶。萧家跟咱们来往不算多，他们家这些年重心一直在海外，也就是这几年才慢慢把业务往国内转。是啊，但总归是生意场上的人，平时也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记得他们刚转回国内的第一个业务，咱们家也帮了不少忙。怎么突然和人家套起近乎了？那叫帮忙吗？那叫合作共赢。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萧家这2年的业务做的是真不错，萧启云在业界的口碑也很好，做事稳当，不张扬，想必家风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好好的，怎么又提起家风了？其实吧，他儿子刚从国外回来，他本来还想介绍给一诺来着，结果还没安排上，他儿子自己先领了证，但人姑娘好像不太乐意。听老萧的意思，他们俩可能长久不了。这么巧，跟咱们一诺一样。是啊，2个孩子也算同病相怜，我们就商量着，要是真不成，就把他们2个撮合一下，毕竟门当户对，年龄也相仿。听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。那你知不知道萧家那个少爷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？名字我给忘了，就知道小名好像是什么小雨，模样嘛，他5、6岁的时候见过，脸圆乎乎的，眼睛挺大。我琢磨着长大了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你呀，这心还真是大。毕竟8字没1撇的事儿，与其我们问东问西，不如先让孩子们找个机会正式认识一下，相处相处。说的也是，不过一诺这段感情要是真的走不下去，他不会心灰意冷吧？到时候咱们又该怎么跟他开这个口？慢慢来吧。他不是说要等着30天的离婚冷静期过去吗？现在也都过去快1半了。那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你这是又去茶室了？对，碰到了沈氏集团的沈建海，就聊了会儿天。那你有没有提一诺的事儿？咱们之前不是还要把他介绍给陈宇吗？人家结婚了啊？看来是陈宇那小子没福气。不过他和陈宇的情况差不多，都是一头热，单相思。一诺那姑娘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家世有家世，还会有男人不喜欢她？那人谁呀？眼光这么高？没细问，听说就是一普通人。不过老沈说了，要是一诺这段感情告推，可以让他和陈宇见见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！我本来还担心沈家看不上咱们，没想到人家也愿意。萧家的主体业务在海外，国内就显得有些疲弱了。但真论起来，咱们不比沈家差。而且老沈眼光那么毒，他不会看不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件好事，我得赶紧告诉陈宇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忘了，陈宇现在还一门心思要感化那个和他领了证的姑娘呢。我一激动，倒把这事儿忘了。说起来，陈宇把那姑娘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什么性格好、人善良、对感情认真。可我们老两口到现在连人家叫什么名字、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估计是怕咱们去打扰人家。再说了，陈宇不是要隐瞒身份吗？咱们出现了，保不准会露馅儿。
两人能不能走到最后还不一定，先随他去吧。等这什么离婚冷静期结束了，再提他和一诺见面的事儿。对，我也是这个打算。以后找到机会再说，先等一等。是我的衣服洗好了。妈非要往我行李箱里塞什么真丝睡衣，说穿着舒服对皮肤好，可我忘了这东西根本不能水洗，还不如我那几10块钱的纯棉睡衣呢。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如果让他看出我这是真丝睡衣，一定会怀疑我的身份。可如果他觉得这是普通睡衣，还被我洗坏了，肯定也会觉得我笨。所以还是什么都不要让他知道好了。他这是衣服破了，一诺平时节俭惯了，连衣服都舍不得买质量好的，这才一洗就破。不过这倒是我表现的好机会。下午我们一起去逛街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。逛街？逛街不就是优惠吗？这可是我增进我们感情的好机会。好，那我去换身衣服，咱们一会儿就出发。他没有拒绝我，也就是说，我真的还有机会吧。我主动牵他的手，会不会意图太明显了？他要是嫌弃甩开我，我们以后会不会连朋友都没法做？不行不行，直接揽剑会不会显得我太轻浮？万一他对我还在考察期，这一下前功尽弃了怎么办？他要是嫌弃甩开我，我们以后会不会连朋友都没法做？一诺，我得去接个电话。好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是一诺，是白阿姨和肖伯伯吧？你们好。一诺，阿姨有段时间没见你了，差点不敢认。你是不是又变漂亮了？阿姨，您说笑了。您和肖伯伯也是来逛街的吗？是啊，你白阿姨非说要出来走走，说在家待着闷得慌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，巧了。一诺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气质好，落落大方的，这一点可是普通人家的姑娘比不上的。一诺，咱们碰到就是缘分，要不要陪阿姨一起逛逛？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已经约了人。她约的人应该就是她现在的老公吧？陈宇真的没机会了。不行，我这个当妈的总得替儿子争取一把。一诺，我有个儿子和你差不多大，刚从国外回来，模样周正，人也稳重，还有8块腹肌啊！你们有时间可以见一面，我保准你会喜欢的。快别说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年轻人应该多认识认识，多个朋友也是好的嘛。白阿姨这意思不会是想撮合我和她儿子吧？阿姨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也没关系的，毕竟你在干什么？看不出一诺那丫头很注重现在这段感情吗？你现在提陈玉不合适。可是错过这么好的姑娘，我都替陈宇可惜。那就是没有缘分，是咱们儿子没福气。那两个人怎么看着这么熟悉？我刚才看到有人和你说话。2个偶然碰到的长辈说了几句话后，他们就走了。看身形，我还以为是我爸妈，但他怎么会认识他们呢？应该是我认错了。我们继续逛吧。爸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得快点回去，出来太久，陈宇该起疑了。3天后，江城会举办一场慈善晚宴，到时候我们会带你一起去。爸，我现在还在隐瞒身份，去这种场合不合适吧？一诺，沈氏集团早晚要交到你手上，你将来总要面对这些人。现在正好借着晚宴的机会，让你先熟悉一下圈子里的人脉，对你没有坏处。可是，一诺，你和陈宇的离婚冷静期只剩下最后1周了，不管这段婚姻能不能继续下去，1周后你还是要恢复沈家大小姐的身份。一诺，
你是我女儿，有些话我不说，心里也过不去。你跟陈宇相处这么久，应该看得出他不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。他和杨明轩不一样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所以你说你喜欢他，但你如果真的很在乎这段感情，就不该有欺骗。你瞒着他身份，他如果知道了，心里会怎么想？是高兴自己攀上了大树，还是埋怨你的不信任？一诺，如果你们两个真想走下去，坦白迟早要来，拖得越久越难开口。爸，慈善晚宴我会去的。好，你想明白就好。等宴会结束，回到家里，我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陈宇，然后向他表明我的心意。他要是听了之后还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最好；他要是不愿意，那我也接受这个结果。到时候如果觉得难过，就回家，我和你妈会一直在家等着你。爸妈，这么急叫我回来什么事？我得早点回去，出来太久他该起疑了。3天后，江城有一场慈善晚宴，规格不低，各界名流都会到场。我跟你妈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带你一起去。爸，我现在的人设就是个普通打工人，参加这种晚宴露馅怎么办？你是假装普通人，他可是真的普通人。这种宴会他去不了，你的身份也不会暴露。可是这场晚宴很重要，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，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对你不熟悉，现在萧氏的重心正在往国内转，你作为接班人，必须尽快熟悉这个圈子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们的离婚冷静期还有1周就要结束了吧？是。陈宇，我虽然很喜欢沈家那丫头，但相对于我们的喜好，我更尊重你的选择。妈，你跟那个姑娘，不管以后能不能走下去，她都应该知道你的真实身份。你瞒着她萧家少爷的身份，跟当初她那个前男友骗她的钱，本质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妈也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很喜欢他，每次提起他的时候，眼睛里都有光。既然你这么在乎他，就不该用谎言去维系这段感情。依托于谎言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。爸知道你的顾虑，你是担心说了之后他会走，可事实总有真相大白的那天，到那时候他只会更失望。爸妈，你们说的对，慈善宴会我会去。等晚宴结束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。我的身份，我瞒着他的事情全都坦白。他要是能接受是我的幸运，他要是恨我骗他，那我也认了。至少我没有骗他一辈子。好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妈都支持你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他还在家等我呢。你说陈宇喜欢的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但能让他这么放在心上的，应该不会差。明轩，我们这样混进来真的没问题吗？万一被抓到……你小点声，被听到就真完了。沈一诺一直在躲着我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。我去他住的小区门口蹲了3天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。这里是唯一能见到他的机会了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只有让他松嘴，我们才能在江城继续待下去。可是我们之前那么对他，他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明轩，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，你知道我为了弄到这张邀请函花了多少钱吗？我把房子卖了，车也卖了，全部积蓄都砸进去了。你现在跟我说算了？佳宁，沈一诺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了，他这个人最看重的就是感情。我跟他在一起整整1年，他对我掏心掏肺。我不信我和他1年的感情比不过那个他才认识几天的小子。大学时就因为我主动和他说话，他就一直对我很好。这不就对了？那个萧晨宇算什么东西？没权没势，工作还要靠沈一诺的关系才能混进去。他连我都不如，只要我在沈一诺面前添油加醋的说一番，他一定会一脚把那个男人踹开。那万一萧晨宇也有什么隐藏的身份呢？哪来那么多少爷小姐？一个两个都吃饱了撑的隐瞒身份，自讨苦吃。哼！而且我杨明轩还能那么倒霉，少爷小姐全让我碰上了。可我这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女人就是麻烦，要不是她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，我早离她远远的了。佳宁，这次要是运气好，我不仅能让沈一诺原谅我，说不定还能让他回心转意。你说什么？
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等我当上沈家的女婿，我就能想办法把整个沈家都控制在手里。到时候，我就能正大光明把你接到身边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就算是为了这个孩子，我也要试一次。好，我听你的。这不是和沈一诺领证的男人吗？沈一诺竟然带他来这种场合，他凭什么？小子，连这种场合你都敢来，脸皮够厚的啊！人家来这里都是谈几百万的大生意，你呢，蹭吃蹭喝的吧？没事就让开。急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你没钱没势，是怎么好意思站在这儿的？今天的宴会，你萧伯伯和白阿姨也在，记得过去打个招呼。萧家的少爷你也认识一下，别的不说，交个朋友总没有问题吧？爸妈，我今天是陪你们出席晚宴，不是来相亲的。陈宇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杨明轩和宋佳宁竟然也在，准备好时。这种场合也不知道租个好点的衣服，连个 logo 都没有，9块9的地摊货吧。杨明轩，我老公穿什么，来什么场合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一诺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一诺，你终于来了！之前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可以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怎么骗我的钱，还是解释你怎么跟我最好的闺蜜搞在一起，还让她怀了你的孩子？一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挤地铁时我把你护在怀里，没钱只能吃一碗面时，你把荷包蛋账给了我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他呢？他有什么好？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子，根本配不上你。他配不上我，你就配得上？一诺，可是沈氏集团千金小姐，她和你结婚肯定是奔着你的钱来的，你千万别被她骗了。你是沈氏千金？陈宇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其实我父亲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我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沈家的大小姐。臭小子，听见了没有？一诺可是沈氏集团的千金大小姐，你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租不起，拿什么配她？识相的就赶紧走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跟一诺站在一起，你不觉得害臊吗？一诺，好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一诺，你已经跟我儿子认识了，那太好了。儿子？陈宇刚回国没多久，你们年纪差不多，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，正好趁此机会多熟悉熟悉。你是萧伯伯和白阿姨的儿子，那不就是……一诺，我也有事瞒着你。其实我是萧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萧家的少爷。什么？萧董，这么快又见面了？是啊，陈宇，给你沈叔叔问个好。这就是我儿子萧晨宇。原来你要跟我介绍的人就是我女婿。女婿？所以陈宇说他娶的普通女孩就是一诺。我没想到我爸妈天天念叨的沈家千金，竟然就是我每天回去都能见到的人。所以我爸妈一直想让我去见的萧家少爷，就是你这个自称没房没车的普通人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算了，你骗了我，我也骗了你，我们扯平了。原来陈宇说的一见钟情的女孩就是一诺，眼光真好，这点随我。你喜欢我？从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了，就是不知道。他当然喜欢你，他还因为摸不准你的心思，难过了好久呢。妈，他们一个是沈家的千金，一个是萧家的少爷，我们算什么？小丑吗？两位，经查验，你们的真实身份和请柬上的不符，请你们立即离开。那请柬是我花钱买的，买了就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赶我出去？两位拒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们采取强硬措施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陈宇，我不管你是少爷还是普通人，我喜欢的只有你。你在医院帮我解围，你在公司替我说话，你给我煮姜茶陪我逛街，我喜欢的从头到尾都是你，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。
我也是，不管你是大小姐还是普通人，我喜欢的都是你。离婚冷静期快到了，所以还离吗？不离，一辈子都不离。